Hello，大家好。在上一期视频呢，我有尝试一种新的方式，就是呢，我挑选一些在我故事当中，我觉得比较有用的词汇呢，然后整理出来，给大家一些使用的场景，一些例句这样子。那我有问大家这种方法是不是对你们有用？我没有收到很多人的回应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有很多人关注我的视频。我觉得呢，我做视频，很大程度上就有一点自娱自乐的味道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喜欢自娱自乐。那在这里也非常谢谢那些给我留言告诉我，这种方式对你们有用的朋友。非常感谢你们认真的看我的视频。我觉得如果你们一直不断的锻炼自己的听力的话呢，一定会在中文学习的道路上有很快的进步的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聊一个稍微有一点沉重的话题，叫孤独死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孤独这个汉语词汇。那孤独呢，是人的一种感受，一种情绪。一般人呢，是因为自己跟社会关系的隔绝而产生的这种感受。那什么叫跟社会关系隔绝呢？就是一个人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那就是社会上的各种关系，都没有，叫做社会关系的隔绝。那孤独死呢，就是指一个人，在他死的时候呢，身边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然后甚至不知道，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去世了。想到说这个话题呢，是因为我无意中在 YouTube 上面听到有一个人在介绍一本书，叫《无缘社会》。那这本书呢，其实是日本 NHK 电视台它拍摄的一部纪录片，叫《无缘社会》。这本书呢，其实是这个纪录片的文字版本。那我觉得，无缘社会呢，这4个字是由日本汉字直接翻译过来的。那在日本，无缘这2个汉字的意思呢，就是指一个人他跟同事和朋友呢不联系，然后呢可能跟亲人也不联系，或者亲人都已经去世了。再加上呢，他自己也没有配偶，没有子女，这样的一个就是完全没有社会关系的这样一种状态，在日本叫做无缘。那我觉得这个无缘的意思呢，跟中国的汉字无缘是不太一样的。那在中国呢，无缘意思就是没有机会，或者是没有缘分。那比如说，我一直住在加拿大，那有一次你正好来加拿大旅行，想要跟我见面，但是呢，没有想到我正好呢是回了中国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就可以说，很遗憾这次我们无缘相见，希望下一次我们能有机会见面。那在这里无缘相见的意思就是没有机会相见。那还有一种就是指人和人之间呢没有缘分，就是没有机会在一起。那比如说我说今生我和他无缘，那意思就是说今生我可能没有机会和他在一起。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无缘呢是经常用在男女之间的，就是情侣之间这样子。在《无缘社会》这本书里呢，讲了一个特别触目惊心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做大森忠利。大森忠利的家乡呢是在日本的秋田。在他32岁那一年，他独自一个人到了东京。在一家食品供应公司呢，工作了整整
20年，但是他跟他同事的关系呢，不是非常的近，没有人特别知道大森忠利一些比较私人的事情，他们只是知道大森忠利呢一直很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秋田，但是呢，在他的家乡，他也没有亲人，而且父母也已经过世了。那大森呢，在他死亡的时候，是在一间出租屋里面，然后呢，当时电视机还开着，他一个人蜷缩在床角，就这样死了。那一直是等到房东来收房租，才知道他去世了。那当时呢，距离他去世已经有1个星期了吧。所以呢，出租屋里面也是散发着尸体的腐臭的那种味道。更为糟糕的是呢，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只有找到他跟房东签署的一份租房协议里面，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大森忠利。然后 NHK 电视台呢，也是花费了将近有1年多的时间去到处寻访吧，才终于搞明白大森忠利究竟是谁。其实大森忠利的故事并不是个案，在日本呢，大概每年都会有3万多个老人悄无声息地死在家中，而他们的尸体呢，通常也都是在去世后的1个星期才被人发现。当邻居闻到有腐臭的味道，或者呢是信箱塞满了报纸或者是信件，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去取，才会有人去敲老人的房门。打开房门呢，通常可以看到满屋子的苍蝇和垃圾，还有呢就是尸体腐烂发出的臭味。所以呢，在日本为此还产生了一种比较特殊的职业，叫特殊清扫业。那之前我在讲凶宅这个视频里面呢，也提到过这个职业。那他们这些人呢，就是专门对死过人的屋子进行清理、进行打扫的这样的一群人。更糟糕的是，很多老人的身份没有办法确认，那警察既找不到他们的身份信息，也找不到认识他们的人。那原本是应该由子女或者亲人收敛的尸体呢，也只能放在警察局的太平间里面。那存放到一定的时间呢，只能由各地的行政部门去进行火化。这些死者给世界留下的唯一的信息呢，就是他们的身高、他们的年龄，他们的一些随身物品，以及尸体被找到的地方，就这样的一些信息。各地的行政部门呢，他会在报纸上登公告，希望有人可以来认领这些尸体，但是呢，经常是登了公告之后，没有人来认领。那我就在想，人死后如果真的有灵魂的话，看到自己的身体停放在太平间，然后没有人来认领，也没有人为自己的离世而感到悲伤，那这种感觉真的是有多悲凉啊。好了，今天这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吧，希望对你们学习中文有帮助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给我点赞和留言哦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